白小纯顿时狂喜，赶紧收魂。这凝聚在主宰手臂上的魂，最弱的也都是元婴，里面天人魂、半神魂更是数不胜数，甚至太古魂白小纯也都发现了3尊，这就让他心头狂跳。当好不容易把所有的魂都收走后，小气灵早已进入扇面内沉睡了。白小纯此刻激动中深吸口气，立刻盘膝坐下。他等不了太久，尤其是如今气灵沉睡，残山在这星空平稳飞行，白小纯索性在这里再次炼火。而如今他的魂再次增多，哪怕炼至15色以上的火会存在消耗，也都可以暂时不那么顾忌了。我要炼出22色火。白小纯眼睛赤红，这是他在通天世界时的梦想，始终无法成功。到了永恒仙域后，虽他有了一定把握，可却没有材料。此刻一切具备，白小纯立刻就双手挥舞，大量的魂飞出，开始炼制。在白小纯炼火的同时，永恒仙域中，邪皇城所在的大陆上，这些年在张大胖的暗中相助下，逐渐将灵犀宗很多弟子都汇聚在一起的李清后与灵犀老祖等人，他们在这一天终于等到了2位不知是命运安排，又或者是冥冥中的某种牵引，从而陆续到来的2个人。这2个人，一个是宋君婉，另一个则是红尘女。他们的到来目标正是邪皇城。他们听说了白小纯成为大使的事情，不想孩子出生时也都看不到自己的父亲，所以才到了这里。宋君婉一路在铁蛋的保护下与灵犀老祖等人汇聚，至于红尘女，她不需要有人保护，自行到来。而他们的肚子都一样的鼓起，当出现在李清后与灵犀老祖等人眼中时，众人都睁大了眼。宋君婉还好一些，可红尘女直接就开口说出了孩子的父亲是谁后，所有人都愣了。宋君婉目中煞气一闪，哼了一声，也说出了孩子的父亲。听着那样的名字，灵犀老祖干咳几声，赶紧离去。可李清后没法走，他只能苦笑的站在那里，安慰一下这个，又宽慰一下那个。小兔崽子啊，怎么同时弄出来2个？直至将2女都安顿下来，李清后才回到了居所。虽话语有些生气抱怨，可脸上的笑容明显是颇为开怀。不知道是不是双喜临门的缘故，在宋君婉与红尘女与灵犀老祖等人汇聚后，在那星空的残扇上，白小纯猛地抬起头，露出弥漫了血丝的双眼，虽疲惫，可却有激动之意压制不住的生气。我成功了！白小纯仰天大笑，右手一挥，一团在他手中前所未有的22色火，蓦然照亮整个残扇。远远看去，其光芒竟在火焰成型的一刻，超越了残扇本身，好似在这漆黑的星空里点燃了一盏烛火。第1179集，风暴前的重逢。22色火的出现，白小纯在振奋的同时，也慢慢陷入到了记忆中，渐渐情绪有些低落。往昔的画面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小纯想到了通天世界时，白浩为了救自己的一幕幕，燃烧自身，成就世界极致之火，只为了来救自己。白小纯承认自己从来都是在炼火的天赋上不如自己的弟子，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白浩，白小纯或许也会有今天的成就，只是所消耗的代价与时间将远远超出如今。是白浩的天赋使得白小纯在炼火上如鱼得水，更是白浩的付出将白小纯从曾经必死的局面里逆转了乾坤。对于这个弟子，白小纯有愧疚，更有心底的刺痛。每次想起，他都忍不住在脑海浮现曾经2个人在蛮荒相依为命的一幕幕。许久，白小纯喃喃低语：“浩儿，快了，为师很快就可以让你从火焰中复活。”白小纯的声音很小，外人听不到，只有他自己才可以听闻。此刻低着头，摸着手背上的印记。半晌之后，白小纯抬起头时，他离开了残扇世界，将一切回忆都埋在心底。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无忧无虑的白小纯了，他的身上有沉重的压力。皇宫内，大皇子对于通天世界修士以及魁皇的羞辱，白小纯不能装作看不到。魁皇的不是传承，却更胜传承的目光，白小纯不能无动于衷。实力，修为。白小纯深吸口气，回到了邪皇城大使馆的密室后，他立刻盘膝坐下，将自己此番闯关的收获整理后，立刻开始闭关修炼。接下来的关卡，尽管小麒麟说了只会再出手一次，可白小纯一方面不能去完全相信，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越是后面就越艰难。尤其是如今他已经到了第90关，只差10关就可以真正成功。他不能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一次闯关结束后，将奖励丹药吞下，使得修为持续攀升，如此才有可能最终成功。而一旦成功，收获之大是可以预见的，这也是白小纯心中最大的动力。时间很快过去了半个月，白小纯在这半个月里始终闭关，全身心的沉浸在修行中。随着残扇关卡的奖励丹药不断的吞下，他的修为与日俱增，虽还不是天尊中期的巅峰，可也相差不是很远。直至这一天，大使馆内来了2个人，这2人都是女子，其中一人身材修长，相貌绝美，一身天尊修为，使得她的到来在瞬间就被白小纯察觉。公孙婉儿。密室内，白小纯双眼蓦然睁开，神识扫过后，当他看清了公孙婉身边的另一个女子时，白小纯身体猛地一颤。小妹。
白小纯呼吸一促，身体刹那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公孙婉儿与侯小妹的身前，怔怔地望着眼前这个修为天人的女子。白小纯的心越发的震颤起来。跟随公孙婉儿到来的，正是从白小纯到了永恒仙域后就始终闭关的侯小妹。多年不见，侯小妹的模样已与曾经有了一些变化，或许是因其功法的缘故，她看起来更为动人。尤其是全身上下虽散出与公孙婉儿相似的冰寒气息，可她在看到白小纯时，目中露出的却是热切的激动与惊喜，更是在其双眸深处还有一抹柔情。这柔情好似永恒一般，不但没有比在通天世界时少，反而因离别变得更浓，如一团火。与其身上的冰寒融合在一起后，这冰与火的感觉顿时就使得侯小妹的魅力无限的攀升。小纯哥哥，侯小妹眼圈一红，她眼前的白小纯与以前不一样了，似乎多了一些沧桑。或许别人看不出来，可作为在灵犀宗火造房就认识的两个人来说，白小纯的变化，侯小妹一眼就能看出。她知道原因，在出关后，在来的路上，她的师尊已经和她说了一切。那一幕幕事情，侯小妹听到后，她难以接受，可又不得不接受。看似坚强，可实际上心底已脆弱不堪。直至她又听到师尊说白小纯也在邪皇城，侯小妹立刻情绪波动难以平复。没等她请求，公孙婉就带着她来到了这里。此刻望着白小纯，侯小妹的世界里已再没有了其他人。她慢慢上前，轻轻地抱住白小纯的身体，白小纯也低下头，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没有再说其他的话语。多年的分别，似乎只是为了等待着彼此重逢后的拥抱。公孙婉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目中有些复杂，轻轻的退后，不愿打扰眼前这两个人之间此刻弥漫的温馨。公孙婉的退后，白小纯有所察觉，抬头时，他望着公孙婉，目中露出感激。他感激公孙婉对侯小妹的保护，也感激公孙婉在这个时候带侯小妹到来的心意。他是担心白小纯在皇宫的打击下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所以才带着侯小妹到来，想要让侯小妹来抚慰一下白小纯的心。可白小纯明白，相比于跟随在自己身边，对于侯小妹而言，还是在公孙婉那里更安全。此刻他轻轻低头，在侯小妹的耳边说着往昔的回忆。时间流逝，直至深夜降临时，白小纯还是选择了让侯小妹离去，跟随他的师尊。小妹，等等我很快就将你接回来，很快。白小纯望着侯小妹的眼睛，认真的轻声开口。侯小妹已经不是当年懵懂的小丫头，无论是天尊岛的经历，还是跟随公孙婉后的见闻，她知道白小纯此刻不能有太多羁绊与牵挂，而自己这里的安全对白小纯而言就是最大的稳妥。她哪怕心底不舍，可还是眼中带着泪花，吻了一下白小纯的唇，转身离去了。感受着唇上残留的温暖与余香，白小纯看着侯小妹离去的身影，许久许久，她的目中露出更果断的坚定。修为实力。白小纯转身走入密室，出现时已在了残扇上，开始闯接下来的关卡。从90关后，任何一关的难度都足以让白小纯失败多次，才有一丝可能通过。而这样的难度根本就不需要小麒麟去干扰了，实际上他也干扰不了太多。如今他与白小纯之间的权限在某种程度上早已不对等了。他之前所说的只再干扰一次，这是实话，因为他的权限在这90关之后也的的确确只有一次机会。时间慢慢的一天天过去，白小纯已经彻底的沉浸在了闯关中，而每一次休息时，他也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在研究23色火。就这样，半年过去，大皇子在这半年里，不知为何一下子安静了不少，竟再没有去找白小纯的麻烦。而其他天尊随着当初皇宫内事情的发生，也对白小纯这里警惕更多，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得罪。毕竟现在很明显的，大皇子已经摆开车马，露出了敌意，他们只需要去看热闹就可。最重要的是，邪皇那边似乎在修炼某个极为重要的道法，选择了闭关。虽邪皇经常闭关，可这一次似乎有些不一样。闭关前，邪皇下旨，除非是关乎邪皇朝生死的大事，否则的话不可打扰。就这样，整个邪皇城一下子平静了很多。只是心细之人还是不难发现，在这平静下，似乎有一股滔天的风暴正在酝酿，随时可能爆发。第1180集，气灵出手。在这时间的流逝中，白小纯进入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里，似乎他的生活每天就只有不断的闯关、修炼以及研究23色火，甚至都很少回邪皇城。他几乎将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放在了残扇上。在这不断的修炼下，在这每闯过一关的收获中，他的修为不说与日俱增，也相差无几。他的关卡也从之前的91关不断的推进，虽说缓慢，虽说艰难，可终究还是在白小纯的不懈努力以及其惊人的肉身恢复中，渐渐到了96关、97关、98关，直至在又过去了数月后，白小纯终于将那第98关闯过，进入到了第99关。之前的关卡，小麒麟没有出现过，可越是往后，白小纯就越是警惕，因为他知道这最后的2关里，必然有一天会遇到小麒麟的干扰。在白小纯判断
应该是最终的第100关。可实际上，当白小纯进入第99关的瞬间，那原本因摄取了主宰手臂，化作了整个残扇光芒，从而疲惫极致，陷入深度沉睡的小气灵突然惊醒。99关，小气灵猛地睁开眼睛。他在沉睡前，在第99关内留下了一个缺口，一旦有人闯入，他就会被强行苏醒。原本他是不需要这么做的，毕竟沉睡对于他而言也是一种恢复，尤其是他之前消耗很大，此刻沉睡对他来说意义不小。可他对于白小纯的痛恨，使得他宁可提前苏醒，也要布置这么一个缺口。白小纯，这将是你加气灵爷爷对你的最后一次阻止。如果这一次你还是过了你加气灵爷爷，就听天由命了。小气灵深吸口气，语气有些悲哀，实在是他对于这一次的干扰，从心底深处就没有太大的把握。毕竟他太多次认为十拿九稳的时候，白小纯那里都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意想不到，什么叫做无耻，什么叫做作弊，以至于到了此刻，小气灵这里已经都开始信命了。他叹了口气，一晃之下就消失在了残扇上。出现时到了这第99关，此关与之前所有关卡都不一样。这一关居然是一处巨大的宫殿，这宫殿漂浮在天空上，浩瀚无边，能看到远处的正殿，四足有小半个圣皇朝那么大，依稀间还能隐隐看到那里有一座巨大的雕像。这雕像赫然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道袍，遥望远方，哪怕只是雕像，可散发出的气息远远超越太古，给人一种好似与整个星空同在的错觉。白小纯呼吸一滞，那雕像他只是看一眼就觉得整个人心神震颤，好似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压力让他喘不过气，甚至就连修为也都在这雕像的威压下开始不稳。而在这雕像的眉心处凹陷下去的地方，那里有一张巨大的座椅，此刻在那座椅上似乎坐着一个修士，距离太远看不清晰，而此地又对神识禁锢，白小纯哪怕用了全力也都看不清晰，但他能感受到坐在雕像眉心之人必然是主宰，极有可能就是这残扇的创造者，那位明悟了生死道源的巅峰存在。因为只有坐在那里，才可以俯视整个宫殿群，如同是坐在了至高无上之地。可就在白小纯这里被那雕像以及其眉心所作身影震慑的瞬间，他所在宫殿广场上，于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不用再看了，那是主宰大人的雕像，而雕像的眉心处正是主宰大人的一丝余留至今的投影，他在观望你。作为悠久岁月中第一个走到这一关的人，哪怕你不是仙界血脉，可只要是在我们这永恒大界出生的生命，都可获得传承与认可。前提是你可以通过这最后的2关。”随着话语的回荡，白小纯呼吸猛地停顿，没有半点迟疑，蓦然转身时，立刻就看到了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身后100丈外的一个中年男子。这中年男子衣着朴素，看起来平淡无奇，可他站在那里，却好似与整个世界融合，哪怕背着手，可他的身上好似存在了一个黑洞，能将八方的一切气息都吸撤过来。林某并非强者，只是太古而已。如今出现在这里的也并非真体，只是分身罢了，离不开这个世界。闯关之人，只要你在我的手中能承受一拳不死，则算你通过这一关。中年男子说到这里，根本就不问白小纯同意与否，直接走出一步，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隔着100丈直接一拳袭来。这一拳的轰出，整个99关的世界蓦然变化压抑无比，一股超越了天尊的太古气息更是从其身上滔天爆发，形成了一股波动，好似要碾压一切生命，甚至撕裂了虚无，形成了一股浩瀚的风暴，向着白小纯这里就吞噬而来。太古，白小纯倒吸口气，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关居然是让自己在太古手中承受一拳不死。此刻他来不及的多想，甚至都没时间去思索太多，来自那中年男子的威压化作了让白小纯几乎魂飞魄散的生死危机。他本能的肉身之力全面爆发，防护达到了极致的同时，他的双手掐诀，修为更是立刻攀升到了巅峰。瞬间，白小纯四周一块块巨石幻化，人山诀直接成型，化作巨大的石人，没有结束。随后是云雷人组变，轰轰之声回荡间，白小纯的身躯直接爆发开来。可时间短暂，他也只是能做到这些。来自中年男子的那一拳形成的风暴，已经呼啸而来。这一拳势如破竹，带着碾压与毁灭一切的气势，在靠近白小纯10丈时，白小纯全身轰鸣，人山诀竟首先承受不住，直接爆开，化作无数碎石四溅时，云雷人族的身躯同样没有坚持太久，在那一拳掀起的风暴距离白小纯这里8丈时骤然崩溃。但在这个过程中，白小纯嘴角溢出鲜血，双手已然抬起，出手就是长生灯。瞬间他的四周就出现了无数的长生灯，甚至白小纯的身体也直接就化作了长生灯，哪怕这整个天地也都这般。可还是在那一拳下，如螳臂当车，在其距离白小纯只有5丈时，所有的长生灯全部撕裂崩溃，白小纯的身体也仿佛是被狠狠的撞击，鲜血喷出的同时，他的双目赤红，身体倒退一步，
北脉大剑被他直接取出，向着那来临的一拳直接咆哮斩下，轰轰之声震天而起。只是那无往不利的北脉大剑，这一次还没等完全碰触中年男子这一拳，只是接近到了1丈的距离，就再也无法承受，被一股无法形容的反震之力在爆发中反噬白小纯全身。白小纯身体狂震，鲜血大口喷出的同时，北脉大剑再无法掌控，脱手而飞。这一切电光石火间发生，仿佛变生肘腋，令人目不暇接。瞬息在北脉大剑被震飞后，那一拳形成的风暴，好似吞噬一切的漩涡，直接就轰在了白小纯身上。几乎在这风暴降临的刹那，一道乌光闪耀，龟纹锅蓦然出现，阻挡在白小纯身前。轰鸣之声滔天回荡，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崩溃爆开。白小纯只觉得一股难以形容的惊天之力，似要撕裂自己的身躯与一切修为。他的肉身恢复在这一刻，甚至都超出极限的爆发，不断的阻挡，不断的恢复，不断的喷出鲜血中。白小纯的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直接被抛出老远。他的5脏6腑都要崩溃，哪怕有龟纹锅抵抗，也依旧全身骨头碎裂了大半。整个人轰的一声落在地面上时，白小纯眼前发黑，好似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圈。若非恢复之力惊人，怕是此刻他已形神俱灭。但无论如何，他依旧算是成功的扛下了这中年男子的一拳。而龟纹锅也在阻挡了这一拳后，重新化作乌光，消失在了白小纯体内，短时间再无法召唤出来。白小纯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勉强挣扎起来，看向那中年男子时，这中年男子一样望着白小纯，慢慢收回了拳头。你同中年男子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刚说到这里，忽然目中露出一抹茫然。白小纯看到这里，内心猛地狂跳，一股不好的预感浮现脑海的瞬间，中年男子的声音改变了语气，更是变了说辞，回荡四方。闯关之人，只要你在我的手中能承受一拳不死，则算你通过这一关。说着，这中年男子居然再次握拳。欺凌，你出来，我要打死你！白小纯惨然怒吼。第1181集，你发誓不改我姓！白小纯愤怒中惨叫着，身体急速后退，内心对于小欺凌的诅咒已经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若非是此刻他无法收拾那小欺凌，白小纯必定会将其扒皮抽骨。我恨你！白小纯沮丧着脸，此刻退后的瞬间，那中年男子已然脚步落下，右手抬起后，顿时这天地暗变骤然压抑，虚空开始扭曲，一股风暴惊天爆发。这风暴与之前比较似乎弱了一些，可哪怕是这样，也依旧是太古之力轰鸣天地的同时，随着中年男子一拳落下，这风暴似排山倒海一般，好似凝聚了世界之力，直奔白小纯呼啸而来。所过之处虚无碎裂，如要被吞噬，好似随着风暴的靠近，这天地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远远看去，这风暴铺天盖地，也就是刹那间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白小纯惨叫一声，此刻没有别的办法，他的眼睛早已赤红一片，他的呼吸急促无比。在那风暴靠近的瞬间，白小纯蓦然大吼，双手抬起，向着大地狠狠一按，口中更是如寒风般传出4个字：水泽国度。轰轰之声，哪怕在这风暴的呼啸下，也依旧传遍苍穹大地，回荡整个宫殿群。只见以白小纯为中心，这四周无尽范围，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小世界的大地都直接化作了沼泽。随着水汽的扩散，一声好似从岁月中传来，从远古咆哮的嘶吼，猛地就在这片小世界内滔天回荡。更是在这吼声扩散的刹那，一根根利刺拔地而起。水泽国度，白小纯的这个杀手锏，此刻再次降临世间。随着轰鸣回荡，随着利刺的冲天而起，一座座山峰更是陆续的突兀出来，而那嘶吼也同样越发清晰，甚至引动了波纹，扩散整个世界。眨眼间，就与这来临的太古风暴一拳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巨响嗡鸣，撼动天地。在这碰撞下，在这太古风暴一拳中，水泽国度出现的那些利刺与山峰轰然震动，竟有些支撑不住，不是将被摧枯拉朽，而是被震颤的模糊起来，好似要从这召唤的状态下消失一般。可就在白小纯心里一凉，不禁倒吸口气的瞬间，在那风暴一拳似要将水泽国度穿透的刹那，忽然的比之前的嘶吼还要强烈的咆哮，似乎带着不甘心，猛然间在这个小世界再次传遍八方。水泽国度竟首次的在白小纯的一次施展中降临了2次。吼！随着咆哮，好似2片大陆直接拔地而起，那2片大陆之间充满了无数的山峰，仔细一看，那赫然是牙齿，而这2片大陆正是白小纯这本命之兽的凶恶巨口，如同鳄鱼，凶残之意更是超出曾经所有。此刻随着出现，直奔这太古风暴一拳，世界都在这一刹那仿佛要崩溃爆开。可终究白小纯的修为不是太古，这水泽国度尽管强悍，可白小纯的修为难以支撑，最终在那不甘心的嘶吼中，水泽国度消散开来。太古风暴一拳呼啸直奔白小纯。虽如此，可这一拳明显在气势与神通上比之前弱了不知多少倍。水泽国度
让其消耗极大。白小纯来急不多想，他也没指望水泽国度能完整对抗这太古一拳。此刻他呼吸凝重，低吼中肉身之力全部爆发，修为运转的同时，眉心更是出现了通天法眼，紫光刺目，璀璨爆发的瞬间，龟纹锅再一次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眨眼间发生。刹那间，太古风暴一拳就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他的肉身好似要撕裂，他的修为似乎要碎灭，鲜血狂喷中，通天法眼的紫光也只是让那风暴一拳顿了瞬息而已。最终这一拳直接就落在了白小纯面前的龟纹锅上，仅仅是声音就震荡的整个世界颤抖。白小纯鲜血不断的喷出，身体更是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向后抛飞倒退，全身五脏六腑如要碎裂，恢复之力在这一刻也都好似运转到了极致般在疯狂的恢复。可这一拳还没有结束，呼啸间直奔白小纯倒退的身影轰击而去，哪怕已被削弱了太多，可依旧还是恐怖无边。龟纹锅更是因白小纯之前的强行召唤，再加上此刻的伤势以及太古风暴的影响，竟没有回归白小纯的身体，而是被直接打飞到了远处，被一片柔和之光刹那包裹。这柔和之光来自气灵。白小纯，这一次如果你还能通过，老子从此就在你面前彻底低头。小气灵也看得心神震动，此刻吼着狠话，声音回荡世界：低头你妹！气灵你给我等着！白小纯勉强后退，此刻顾不上去多说，眼前强烈的生死危机让他整个人都战肃起来。在那风暴一拳靠近的刹那，白小纯也疯狂了，拼了！低吼中，白小纯竟不退反进，直接就爆发了撼山状，没有结束，更有不死劲的速度加持。与此同时，他的右手抬起，猛地握住后，直接大吼起来：不灭地拳！轰轰之声回荡中，白小纯的身后直接出现了巨大的地影，他自己也都不知道此刻爆发的是几倍帝王拳了。总之是在这危机中的一次彻彻底底的爆发。轰鸣中，他整个人就如同一道流星，直接就与那风暴一拳轰在了一起，声响震耳欲聋，天地颤抖，一股莫大的冲击力骤然扩散，甚至这片世界所在的宫殿群也都承受不住，大范围的崩溃坍塌。瞬间，整个世界唯一还存在的建筑，就只有在那一片宫殿的废墟之间屹立在那里的主宰雕像。那风暴一拳在经历了种种削弱后，此刻也终于溃散开来。白小纯鲜血已不知喷出了多少口，他只觉得一股似要毁灭自己一切的力量正在不断的爆发，将自身吞噬。危机关头，他直接就展开了神杀之法。轰鸣中，白小纯的身体直接化作血雾倒退，在远处凝聚后，似还无法卸去这毁灭之力，继续崩溃后再次凝聚，周而复始7、8次。重新凝聚时，白小纯再次喷出鲜血，整个人倒在那里，已经是精疲力尽。可他的笑声却是回荡四方：我通过了！不可能！半空中，气灵目瞪口呆地看着白小纯，他一心想要破坏阻挡白小纯的闯关，可如此难度之下，白小纯居然还是成功了。尤其是这一次，并非是彻底依靠龟纹锅，甚至可以说，就算是有那龟纹锅，换一个天尊，怕是也支撑不住。甚至这小气灵心底都对白小纯这里产生了一些佩服。可他一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就有些抓狂，不甘心地吼了一句：你发誓，在主宰面前发誓，成为我的主人后不改我的姓？什么玩意？白小纯一愣：你发誓？滚蛋！老子才不发誓，就要改你的姓！白小纯一想到这气灵在这些关卡对自己的祸害，他就眼睛一瞪：啊呀！可白小纯没想到，他只是一句话，就好似对这气灵产生了强烈的刺激，这气灵竟凄厉地尖叫起来。与此同时，那打出风暴一拳的中年男子居然再次走了出来，看着白小纯，抬起了右手。白小纯眼珠子都要瞪掉了，他知道，若是让对方再打一拳出来，自己就废了。此刻猛地一个哆嗦，正要开口去安抚一下小麒麟，可就在这时，忽然的，在这片世界里，此刻唯一屹立的主宰雕像眉心处，原本坐在那里的身影竟缓缓地站了起来，更有超越天雷，如同规则的浩瀚声音，带着无尽威严，回荡整个天地。小池，你够了！闯关者，这一关你通过。第1182集，你准备好了吗？这声音言出法随，在回荡世界的瞬间，好似这片天地的规则被换取一般，直接抹去，连同这四周的一切废墟，也都在这一刹那，竟在声音扩散中，直接就好似度过了无数万年一般，眨眼的功夫，竟在原本的尘埃上成为了虚无。天空似也都被影响，不再是晴朗，而是变成了一片灰色，而大地更是在这一瞬万年的流逝中，成为了一处处深坑。只有那尊主宰雕像依旧屹立在那里，似乎哪怕时间过去了再久，也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好似永恒。白小纯心神狂震，他的呼吸前所未有的急促，他从来没想到过，居然有人可以只是一句话，就让沧海化桑田，就让天地逆转中，一切岁月万年流逝而过。他更是无法想象，若是此法用在了修士身上，那将是多么的可怕与不可思议。就算是强悍如太古，
也要在这一句话中直接成为飞灰。主宰这就是主宰吗？白小纯心神狂震，仿佛颠覆了认知。而他身边的器灵此刻更是瑟瑟发抖，扑通一声就跪拜下来，他目中带着敬畏，而在那敬畏深处则是藏着深深的思念与悲伤。与此同时，随着主宰声音的扩散，那在主宰雕像眉心处站起的身影竟抬起脚步，向着白小纯这里慢慢走来。他一步落下，灰色的天空突然间爆出了黑色的雷霆，轰击大地，轰击八方，带着某种狂暴与霸道，似乎要将世界毁灭。而每一道黑色的天雷都让白小纯这里有着好似面对之前太古风暴一拳的错觉，而实际上他的感觉没有错，这天雷任何一道都能让太古色变。这一刻的主宰身影威严无尽，好似整个星空的唯一。没有结束，随着主宰身影的走来，四周的化作了一处处深坑的大地居然不断的改变，渐渐出现了一具具骸骨。这些骸骨之多，放眼看去根本就数不清晰。所有骸骨都是身体虽还完整，可却能看到其血肉的碎裂，以及他们目中在死亡前残留至今的绝望与骇然。数量太多了，甚至很多骸骨哪怕死亡，其身上的气息也都是天尊、太古等等，甚至白小纯还看到了一些身体庞大无比、明显肉身滔天的巨人，也都一个个跪死在那里，仿佛死亡前想要挣扎的站起，可还是失败了。白小纯心神颤抖，他被这天空的天雷，被这大地的骸骨彻彻底底的震撼了心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从雕像上走来的主宰身影，他还没有走到白小纯身边，可他的声音已经在这世界内回荡开来。第99关你已通过，如今只剩下这最后一关。声音超越天雷，回荡整个世界时，一股惊人的威压直接就从走来的主宰身影上轰然爆发。这威压如同风暴，直接席卷整个世界，向着白小纯骤然压下。白小纯全身一颤，呼吸急促，身体的血肉与骨头都在这一刻传出咔咔的摩擦声。在这威压下，他就好似怒浪中的孤舟，似乎随着主宰的一个意志就可灰飞烟灭。在白小纯这心神强烈震动中，那缓缓走来的主宰身影，其声音再一次传向八方。这一关须获得本尊的认可，一旦认可，从此你就是老夫的传承弟子，赐予传承之善。认可二字在这句如雷霆的话语里格外的吐出，就好似蕴含了规则之力，蕴含了岁月之能，回荡开来，如同从远古传递。白小纯甚至连思绪都在这一瞬被延长，更有一种错觉，处于怒浪中的自己好似时间被拉长了。这主宰太强了！白小纯睁大了眼，此刻他的紧张已经无法形容。如果说他在太古面前还可以镇定的话，哪怕在主宰的眼前，在这威压下，他似乎连站着的力气也都要被抽走。白小纯的眼睛立刻就赤红，这不是激动，而是他在下意识的运转修为去抵抗来自主宰的威压。原本修士在这个时候是无法集中注意听清耳边的话语，可偏偏主宰的声音蕴含了惊人之力，居然直接在白小纯的脑海里爆开。而若你无法达到本尊的认可，则需埋骨在此。这句话一出，天地色变，风云倒卷，好似有无数凄厉之魂正在嘶吼咆哮。与此同时，这主宰身影在这缓步下已走到了白小纯100丈外，没有停顿，依旧一步步走去。而随着他的靠近，他的四周天地颤抖，黑色闪电不断的爆发，四周的骸骨也都颤抖起来，仿佛重现生前的凄惨。这四周的所有骸骨，皆是当年本尊创造出这把传承之扇后，没有开启星空之战前，整个永恒大界内所有闯入之人。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获得认可，都在本尊意志下死在了这里，成为了维持传承之扇运转的血肉灵力。走在骸骨中，主宰的身影越发清晰。这是一个中年男子，相貌俊朗的难以形容，尤其是他的眼睛，更是好似蕴含了星空，让人只是看一眼就会忍不住沉进去，似乎连灵魂也都要被摄取一般。如今多年过去，你是星空之战后第一个走到这里的闯关者，现在回答我，你准备好了吗？当这最后一句话回荡时，主宰的身影已走到了白小纯10丈外，他站在那里，就好似一座可以镇压星空的大山，而白小纯在其面前就仿佛蝼蚁一般。那种威压，那种气势，那种睥睨天下之意，那种好似一切众生只是其一念间就可决定生死的霸道，凝聚在一起后化作的怒浪，似指在等白小纯一句答案后，就要将白小纯直接吞噬。在这怒浪前，白小纯有种强烈的直觉，自己要是傻了，点头说准备好了，那么怕是这句话刚一说完，自己就要被这怒浪瞬间拍得形神俱灭。我白小纯紧张中刚一开口，那种要被毁灭的危机感又一次爆发。在这恐惧中，在这威压下，白小纯赶紧摇头，我还没准备好。他话语一出，那主宰身影目光一闪，一旁的器灵也眨了眨眼，突然眼中冒光，那光芒就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一般，肆藏着狂喜。对啊，他不知道这一关，器灵一想到这里，顿时激动了。随后世界刹那轰鸣，直接坍塌中一股传送之力爆发，直接就卷着白小纯消失在了此地。
出现时，白小纯已离开了100关，回到了残扇上。他气喘吁吁，刚一现身就赶紧擦去额头汗水，实在是之前的感觉，就好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面对一只随时可以噬人的猛虎一般。虽然怂了点，白小纯深吸口气，也觉得自己方才有些怂了。可一想到换了任何人，面对气势那么滔天的主宰，估计也都不敢硬着脖子就点头啊。可这一关不过去，我之前都白过了呀。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纠结，盘膝坐在那里许久后，他睁开眼睛时，狠狠一咬牙。这扇子毕竟是要找主人的，这么多年没人来，估计那主宰头影也都着急了，说不定能对我放水。白小纯想到这里，深吸口气后，再次选择进入到了第100关。刚一进去，主宰雕像上其身影缓缓站起，气势爆发，天地轰鸣中，他再次一步步走来，同样的话语也又一次回荡四周。尤其是这一次，白小纯刚要开口，那主宰居然抬起了右手，立刻其气势惊天，一股毁天灭地的风暴直接就在白小纯四周横扫。那种必死无疑的感觉让白小纯眼珠子都哆嗦了，赶紧高呼：“我还没准备好啊，下次再来。”第1183集，我通过了，怎么办？怎么办啊？数日后，白小纯坐在残扇广场上，一脸悲怆的抬头看着山谷远处的第100关所在之地，他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绝望。这种绝望让他觉得自己是没机会闯过这100关了，太过分了！这100关的难度怎么可能会被通过？除非我是太古，可就算是太古，估计也都要生死参半。可我都到这里了，白小纯纠结中狠狠地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眼睛越来越红。到了最后，他索性一拍储物袋，竟从里面找出了一壶壶酒，开始大口的喝了起来。这一喝就是3天，3天里，白小纯不断的嘀咕，时而站起尝试，时而又颓然坐下。尤其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气灵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也坐在那里，唉声叹气的同时，每次在白小纯站起后，他都一哆嗦，叹气开口：“我也不知道主宰大人为什么要这样，我也想快点有个新主人啊。可你不知道啊，我亲眼看到那些被拍死的家伙，一个个死的那个凄惨啊。有一次我记得，那个闯关者的肉身比你还要强悍，恢复还要惊人，我自己都认为他应该是我的新主人了。可你猜怎么的，啪的一下就被主宰拍成肉泥，那叫一个惨啊！”小气灵一边说着，一边比划，听得白小纯心惊肉跳，真的很惨啊！鲜血爆发，头颅砰的一声就直接碎了。白小纯啊，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我真心劝你啊，别去自寻死路了，没用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主宰那个老东西，他就不想我有个新主人。罢了罢了，你还是活着好了。这100关你就算不闯，在这里也有权限啊，我们可以合作。你放心，你想要什么，我都能帮你。小气灵叹息的声音时常回荡。就这样，3天过去后，白小纯也喝多了，小气灵在那里也不断的絮叨着这100关的可怕。最终，白小纯放下手中的葫芦，忽然转头疑惑的看向小气灵：“你什么时候怎么好心了？我一向很好心，你以为我之前劝你是要为难你吗？你错了，我是要救你。”小气灵立刻一本正经起来，义正辞严的开口：“我不想让那个老东西得逞啊，不想死人了，我只想你活着，这样我们还可以聊聊天。你不知道，几万年乃至更久的，连我自己都忘了时间的日子里，我一个人是多么的孤独。”小气灵长叹一声，一脸痛苦，看着远方，不过眼神却小心翼翼的偷瞄白小纯。白小纯狐疑的看了看小气灵，他此刻有些喝多了，直觉认为这小气灵有问题。此刻猛地站起身，佯装大笑：“你骗我，我知道了，你在骗我，你不敢让我去闯这第100关。”白小纯笑声传出后，小气灵直接吓得瞬间跳了起来：“我没有，你千万别去闯啊，我不想你死啊！”看到小气灵的反应，听到小气灵的话语，白小纯眼睛一亮，他觉得这小气灵的问题更大了，此刻哼了一声，猛地就向前走去：“我看穿你了。”白小纯故意大声开口，又特意快走几步，直奔第100关。小气灵顿时紧张极了，内心都要哭了，赶紧飞出跟随白小纯身后，苦口婆心的劝说：“你要相信我啊，你别这样，我不想失去你。哎呀，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我是好意啊！”小气灵焦急的开口时，白小纯疑心越来越重，此刻速度也加快，直接就出现在了100关的旁边，抬起脚，做出一副脚步要落下的样子。“哼，小气灵，这一关是假的，对不对？”白小纯猛地回头一瞪眼，大吼一声，小气灵直接就心神轰动，呆在那里，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白小纯一眼如此，顿时振奋，猛地就脚步落下，瞬间消失，出现时又在了那100关内。远处主宰雕像上的身影再次走来，气势如旧，煞气滔天，威压更是狂暴的欲毁灭天地一般。在这威压下，白小纯一个机灵，醉意顿时没了7分，呆了一下后，心底哀嚎起来。那小气灵是真的安慰我，还是诓骗我进来送死？该死的，这一关难道就真的叫我卡住了？白小纯这里要抓狂时，主宰身影已到了白小纯的近前，
右手抬起，整个苍穹都在颤抖时，他的声音也回荡四方：“闯关者，你准备好了吗？”这句话震颤四方，白小纯的眼珠子顿时赤红。他知道，如果这一次自己还是怂了，那么不但太古之路艰难，且以后也几乎没有了成为这扇子主人的可能。辛苦了这么久，努力了这么久，通天世界的修士都在承受苦难，皇宫的刺激更是在他脑海里不断浮现。这一切的一切，让白小纯猛地就大吼一声：“来啊！”他说着，将之前通关后自动回归的龟纹锅取出，被他猛地就罩在了头顶。老子准备好了！主宰目光闪动，深深地看了看白小纯，抬起的右手轰然落下。可就在白小纯脑海一片空白，修为与肉身之力都彻彻底底的爆发，准备去扛这一下时，主宰的大手居然只是轻轻落下，在他头顶的龟纹锅上拍了一下，仅仅一下，没有掀起任何风暴，没有丝毫气势，没有半点波纹。在拍完后，白小纯自己都没怎么察觉时，主宰的投影一脸肃穆，向着白小纯点了点头。既然你准备好了，那么你就通过了，恭喜你，成为了老夫的传承之人。星空之战后，老夫这具残影也已模糊，如今也到了该消散之时，善待小痴，希望你能通过老夫的传承，走完老夫这一生没有走完的路。记住本尊的名字，本尊仙界主宰周宁。随着话语的回荡，这仙界主宰的身影向着白小纯微微一笑，转身向着天空走去，其身影慢慢模糊，直至完全消失。白小纯傻傻地顶着龟纹锅站在那里，有些懵，哪怕主宰身影已经消失了，他也都觉得这一切好似做梦一般不可思议，有些不真实的恍惚，更是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左右，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确定自己没有缺少什么后，白小纯更懵了。啊，这就通过了？我通过了？白小纯站在那里半晌之后，还是不确定，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回归。可就在他回归的刹那，在他的身体站在扇骨上的瞬间，这整个扇子轰然震动，光芒一瞬间就万丈扩散，阵阵波动更是自行的从四周涌现而来，直奔白小纯。瞬间，这波纹就将白小纯覆盖，好似涌入到他的体内，要将他的烙印乃至一切都全部铭记下来。更是在这一刻，白小纯掌握的权限同样爆发，一样形成了波动，以白小纯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这两种波动在刹那间就形成了某种共鸣，在这共鸣中，所有扇骨上的关卡都全部开启。白小纯有种强烈的感觉，自己一个念头就可操控这残扇的一切。他的胸膛起伏，此刻就算白小纯还是懵懵的，也都意识到了自己恐怕真的是通过了第100关。那种感觉是他可以控制这残扇进行某种程度的神通，甚至他有种意识，似乎这残扇飞行的方向也都在他的操控之内。白小纯顿时狂喜，一想到自己掌控了残扇后的种种好处，他就心情激荡得无法平静。小气灵果然骗我！想到这里，白小纯振奋的同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扯着嗓子大吼一声：“小气灵，给你家白爷爷滚出来！”第1184集，告诉我你叫什么？这句话，白小纯已经忍很久了。他之前虽也敢说，可更多的却是心虚，实在是气灵那个家伙小心眼，一旦招惹，必定报复回来。可现在，白小纯已经不在乎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翻身成了主人，从此海阔天空，可以任意的爆发自己身为主人的气势。此刻这句话说出口，他从心底向外，全身心的通透舒服，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大热天里喝下一口冰水的感觉，舒爽的难以形容。赶紧的，麻溜的，给你家白爷爷出来！白小纯傲然抬头，小袖一甩，再次大吼一声。残扇上回荡他的声音，远处的一条扇骨上，小气灵抱着头蹲在那里，一把一把抓着自己的头发，满脸痛苦。此刻当白小纯第2句话回荡时，哪怕他不愿意，可却有一股冥冥中的力量，使得他长叹一声，身体飞出，直奔白小纯。在这飞出的过程里，他的样子也慢慢显露出来。这小气灵化作了一个粉嘟嘟的小男孩，大大的眼睛里藏着可爱，身子虽小，可无论怎么看都是极为惹人喜欢的样子。白小纯一眼就看到了小气灵，此刻眼睛一瞪，看着对方磨磨蹭蹭的到来，哼了一声。白小纯的这一声哼，让这小气灵一个哆嗦，脸上露出天真中带着讨好，偏偏又有些紧张害怕的样子，向着白小纯低头一拜：“拜见主人，我讨厌你的样子。”白小纯盯着眼前的小男孩，有些酸酸的说道：“之前的小气灵在白小纯的神识中只是一团意识而已，如今出现在他面前的是白小纯第一次看到他真正的模样，那白白嫩嫩的样子，似乎比白小纯还要白小纯。”小气灵一听白小纯的话语，顿时眼泪流了下来，又努力的装出一副哪怕委屈也不敢去说的样子。他的确是害怕，实在是他之前将这白小纯得罪的太狠了。主人，我小气灵深吸口气，正要说一些讨好的话语，可还没等说完，白小纯干咳一声，双眼冒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小气灵。对了，现在告诉你家主人你叫什么名字？白小纯嘿嘿一声，对于这件事，他心底已经有了一些预感，此刻兴致勃勃。可小气灵那里
却是面色猛地一变，好似吃了无法下咽的食物一般，在那里苦着脸，半晌之后才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我叫小吃。”白小纯听到这里，忍不住得意地大笑起来，此刻背着手，抬起下巴，傲然开口：“我是说，你姓什么？大点声，告诉我你的全名。”我姓小。小气灵的脸儿垮了下来，低声说道：“你以后姓白了。来，再大点声。”白小纯眼睛一瞪，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慢慢笑出了声：“我你奶奶的，老子姓白又怎么样？我叫白小吃。”小气灵支吾了半天后，听着白小纯的笑声，看着白小纯那渐渐的表情，他整个人也怒了，大吼起来。白小纯听到这里，心中的一口恶气终于疏散了不少，冲着白小吃哼了哼后，这才背着手走向前方。白小吃，来，给你家主人介绍一下这残扇。白小纯轻咳中，对于小气灵的名字更为满意。哼，让你以前得罪我。白小纯心底舒坦无比，小气灵垂头丧气，心底都要哭了，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实际上之前他第一次冲动的发誓后，眼看白小纯陆续过关，他就恐惧的不得了，生怕有一天自己改了姓，可如今终究是在劫难逃，此刻只能长叹一声，带着悲催的心，乖乖的为白小纯介绍起残扇，只是在心底深处，更多的却是代工一般。不过他还是小瞧了白小纯，白小纯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就猜到了小气灵的心思。白小吃啊，你好好表现，说不定哪一天主人我开心了，把你的姓给你改回来。白小纯眨了眨眼。小气灵一听白小纯的话，眼睛一下子圆了，呼吸也都急促了一些。他之前对付白小纯时看似聪明，可实际上身为气灵的他，在白小纯成为了其主人后，根本就再也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此刻他哪怕不是特别相信白小纯的人品，可还是心底多少有了一些心思，琢磨着说不定有一天白小纯这里真的能大发善心，给自己把姓改回来也说不定。这么一想，他就立刻觉得生命重新有了激情，介绍起来顿时就比之前卖力不少。主人，这把传承之扇上如今有108根扇骨，每一条扇骨内的关卡内资源，只要主人你想，立刻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不过这只是奖励而已，至于关卡内的存在，则并非如此，是所有关都通用的，所以想要取魂，主人你就别想了。还有，成为了扇子之主后，主人你可以随时去参悟主宰大人的生死道源。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只要主人修为足够，就可无限的操控这把扇子，发挥出惊天之力。这把扇子它是一件少见的星空之宝，超越世界之宝，能于星空中前行的同时，也能爆发出其惊天地泣鬼神的神通。其神通主要就是在扇面上。听着小气灵的介绍，白小纯心底飘飘然，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厉害了，对付这小气灵不费吹灰之力，这叫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白小纯得意中，听着小气灵的介绍，趾高气昂地走在前方，身边小气灵不断的开口，更是察言观色。一旦白小纯露出深思，他就立刻详细讲解。最夸张的是，白小纯走了一会后，这小气灵竟飘起来给他捏肩膀，那一副讨好的表情，配合那乖巧的样子，让白小纯也都感慨很多。此刻听到气灵介绍扇面，白小纯也抬头看了过去。之前的他都是远远观望，如今则是站在扇骨的尽头，看去时好似整个人已经走在了扇面中。无论是那条大河，还是远处的高山，无不在这一刻透出一股共鸣的波动。还有那河水中的孤舟，以及孤舟上下棋的2个人，又或者是河水里漂浮的宫殿，再就是天空上那只似要抓下的主宰大手。这一切展现在白小纯面前，让白小纯的心神也升起一股澎湃昂扬之情。主要主人修为足够，就可将这扇面上的一切都摄取出来。如那孤舟是一件世界之宝，而上面的2个人则是太古奴。至于那座山，叫做生死山，正是主宰大人的道缘所化。这条河里面的河水非同寻常，一滴落下就可化作滔天大河。这还没有结束，主人，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需要主宰之手作为动力吧？如今有了这只主宰之手，主人你心神融入残扇，感应一下就知道了。随着气灵的话语，白小纯好奇中闭上了眼，心神沉浸在残扇上。渐渐的，他的呼吸猛地急促起来。他赫然发现自己的神识内居然感应到，在这片星空中，在遥远的方向，似乎还有一把残扇正在向着自己这里呼啸而来。另一半残扇。白小纯睁开眼，失声开口：“正是另一半残扇。按照这个速度，怕是不会用很久，2个残扇就可以碰触在一起，相互融合后真正完整。”小气灵也激动了，接过话茬：“一半残扇就这么厉害了？完整的星空之扇，谁敢惹我？”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豪情万丈。第1185集，搜刮。在小气灵将这残扇上的诸多功效都介绍之后，白小纯也尝试的去了一趟山峰上的高塔，在那里感受了一下主宰的生死道源。扇面的山峰高塔一共9层，最顶层就是生死道源所在之地。只不过以白小纯的修为，无法直接进入最顶层，只能在第4层修炼。
可在这里修炼的速度却远远超过外界，至于永恒仙域，更是无法与此地比较。白小纯只是盘膝做了一炷香的时间，就感觉全身火热，修为之力在那生死道元的刺激下，竟堪比平日里的1个月修炼。这里就是修行的圣地啊！白小纯顿时大为激动，一旁的小气灵也赶紧讨好的开口：“主子，等你到了天尊后期，就可以进去第5层了。若能太古，那么就能进入最顶层。此地越是靠近生死道元，修炼的速度就越快。”小气灵的话语让白小纯更为振奋。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后，他明显感觉自己的修为与战力都比之前强了太多，这才离开高塔。在这残山上溜达了一圈后，白小纯又散开修为之力，尝试凭着自己对残山的掌控，去操控扇面上的那些画面，试图让其幻化出来，成为神通之法。可惜白小纯无论如何尝试，也都无法撼动那座山、那条河，修为明显不足以支撑。不过河水上的那条孤舟，似乎对于修为的要求不是很高。在白小纯的尝试下，他发现自己虽无法将那孤舟幻化出来，可却能使得此舟震动几下。尤其是上面下棋的2人，在白小纯的神念中也是微微震动。虽然如此，可白小纯已经很满足了。站在残扇上，那种身为此地主人的感觉，让他心情很是美好。尤其是想到这残扇上存在的那些宝物与丹药，白小纯就更为兴奋。随着神念散开，立刻大量的丹药就从四周的扇谷内凭空出现，呼啸飞来。同时，白小纯也想到了一路走来遇到的那些奇异关卡，比如黑丹一族，比如那满是魂的世界。于是身体一晃，消失无影，出现时赫然在了黑丹一族的关卡中。之前他无法进来，可现在来去自如。几乎在白小纯出现的瞬间，这关卡内的黑丹一族立刻就有所察觉。当重新看到了他们心目中如同噩梦一般的身影后，黑丹一族全部尖叫起来：“天哪，是他！我们黑丹一族的克星！不可能，他怎么又来了？我们不是已经将他驱逐了吗？”黑丹一族颤抖中恐惧到了极致。白小纯眼看如此，仰天大笑，身体一晃，直奔黑丹一族所在之处。对于这个炼丹的族群，白小纯不愿放过。此刻重新到来后，他凭着自己的威慑，凭着对于权限的把控，很轻松的就让整个黑丹一族屈服，接受了白小纯的诸多条件，一个个哭丧着脸开始给白小纯炼丹。没有结束，白小纯又去了魂的世界，回来时那一关已经空了，所有之前他没来得及收走的魂，如今被他一扫而空。至于小气灵之前说的无法为白小纯取出，在白小纯看来，那就自己进去拿就是了。小气灵始终跟在旁边，眼睁睁看着这些。他觉得白小纯在搜刮上似乎很熟练的样子，心底在滴血，可脸上却不敢露出丝毫，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白小纯。别这么看我，这些魂放在这里太浪费了。我身为宝扇主人，绝不能允许这些魂不断地耗费属于宝扇的灵力。白小纯干咳一声，义正辞严的开口后，没理会小气灵，盘膝坐在一旁，开始借用残扇的丹药修炼起来。时间慢慢流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白小纯因初成宝扇之主，精力旺盛，兴致盎然。在不断的了解宝扇的功效后，其他时间要么修炼，要么就是研究23色火。毕竟如今的他口袋里魂的数量虽不是特别多，但也足够他短时间内炼制多色火。而对于23色火，他的研究与理解也已精湛了不少。于是这段时间里，白小纯也时而的尝试炼制，虽都是失败，可每一次失败后，白小纯都若有所思。他有把握不会用太久的时间，自己一定可以将23色火炼制出来。也正是在白小纯沉浸在对于残扇的掌控与修炼中，在这邪皇城内发生了一件对于整个通天世界修士而言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一般，之前的那段日子，无论是邪皇还是大皇子，都相对而言的极为平静。邪皇闭关，大皇子似乎也一下子对白小纯那里没有了兴趣，安静了太多。可实际上，在这邪皇朝内，大皇子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要做，他的目标正是灵犀宗众人。邪皇朝内，哪怕灵犀老祖等人隐藏的再深，哪怕张大胖再去掩饰，可随着灵犀宗人数的不断的汇聚，他们的存在已然暴露。之前没有动灵犀宗，是因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如今大皇子的耐心已经没有了，他在炼化了葵黄成为自己的手臂后，在尝试炼灵发现依旧还是失败后，大皇子整个人已经抓狂。他对于炼灵血脉的渴望已经到了极致，所以他在准备了数个月后，针对灵犀宗发动了一场围剿。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就是雷霆一击。若是在圣皇朝，大皇子或许还做不到这点，可在邪皇朝内，如这样的事情，他想要去做极为简单，甚至他都请动了几位天尊一同出手。如此一来，灵犀宗众人根本就无能为力，甚至都没有什么反抗与挣扎之力，就被大皇子直接全部生擒。此事传出，轰动整个邪皇朝，无数人心神震动的同时，一件让他们更为震撼的事情也随之而起。大皇子宣布，他要在邪皇城外的平原上布置一个炼化阵法，要在这阵法中去炼化大量通天世界修士，不仅仅是灵犀宗众人，
更有这些年被关押在邪皇城中的大量通天世界修士，加在一起足有数十万人。这些人都被封死在阵法中，随着阵法的运转，要被炼化成为血脉。大皇子虽没有亲自坐镇，可他邀请了绝地天尊以及是灵上人，让这2位天尊主持阵法。此事轰动八方，哪怕圣皇朝内也都知晓。至于那些散落在外的通天世界修士，更是在听到此事后直接心神欲炸。邪皇子，邪皇城所在的仙域上，一路临近此地，正准备与灵犀宗会合的宋群，在距离邪皇城不远之地，听到了此事后，他修为直接就轰然扩散，眼中露出疯狂与杀机。多年来，他如同孤狼的经历中，杀戮极重，更是不惜代价的获取修炼资源，杀伐果断。如今修为早已突破，不再是元婴，而是到了天人后期。虽只是后期，可他的煞气一旦散开，他有把握与半神一战。这正是这些年来他在修行中感悟的杀伐之道。在这条道路上，他已走到了极端，全身上下就好似一把出鞘的染血的利剑，直奔邪皇城而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在残扇上终于将其23色火炼制出来。心满意足的他，也结束了这一次的闭关。当从残扇回到了邪皇城大使馆的密室后，白小纯的传音玉简瞬间就强烈的震动起来。他在残扇时，因距离太远，传音玉简如被隔绝。此刻回归，所有传音瞬间爆发，这种强烈的震动让白小纯面色陡变，内心更是咯噔一下，一股不好的预感让他没来由的紧张起来，立刻取出传音玉简，神识飞速扫过，这里面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张大胖。第1186集，怒来。灵犀宗被抓，邪皇城外大震，欲炼通天世界数十万人化作血脉。来自张大胖的传音，一句句话如同一把把利刃，直接就刺入白小纯的心中。灵犀老祖、李清后，还有那些灵犀宗的同门，还有更多的来自整个通天世界的修士，他们的命运此刻都在那城外的大阵中。这些传音，任何一句内的张大胖的音调都是焦急，更有强烈的谴责。白小纯可以想象，这一刻的张大胖一定是绝望到了极致。白小纯的呼吸随着胸口的刺痛不断的急促起来，他的眼睛瞬间就血色弥漫，一片赤红，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痛，心脏的剧痛，身体的剧痛，心神的剧痛，疯，意志的疯狂，思绪的疯狂，灵魂的疯狂。白小纯之前在皇宫中本就被强烈的刺激，甚至可以说，若非是公孙婉儿的出手，怕是最开始白小纯就已经爆发了。之后是因魁皇的目光与传承，才让白小纯死死地攥住拳头，如行尸走肉般回到了大使馆，开始了他那近乎自虐一样的修炼。好在成为残扇的主人后，白小纯的心绪已经平缓了不少。可如今在回归的瞬间，知道了这一切后，白小纯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憋屈与疯狂，彻底爆发。什么后果，什么代价，这些他已经不需要去考虑了。灵犀老祖在那里，李清后在那里，灵犀宗在那里，数十万通天世界之人在那里。这一切的一切让白小纯厉效中，他的嘶吼在这一刹那直接穿透了大使馆，轰动天地的瞬间，白小纯的身上爆发出了一股滔天煞气，这煞气强悍无比，瞬间就让整个大使馆如置身隆冬之中，其内所有修士都身体一个哆嗦，仿佛就连意识也都在这煞气的爆发下彻底冰封。与此同时，白小纯猛地抬头，一晃之下，身体直接就轰的一声化作了一片血雾，他竟直接就展开了神杀之法，瞬间其身影就消失在了大使馆内。当大使馆中的众人苏醒时，一个个都心神骇然无比，显然是知道了白小纯要去干什么，要出大事，快，立刻通知圣皇城。大使馆的众人此刻已经紧张到了极致，焦急无比。他们知道大皇子这段日子所做的事情，此刻又看到白小纯的爆发，立刻就明白，在这邪皇城内一件天大之事即将爆发。可此刻的他们还是没有预料到，这件事影响之大，将远远超出他们的一切想象。这一瞬，整个邪皇城的天空都嗡鸣震荡起来，一片血雾瞬间冲出，直奔城外。在那里，白小纯清晰地察觉到，赫然存在了一处庞大的阵法。这阵法内部浑浊一片，看不清晰，只能看到阵法上有9条黑龙正在不断地游走咆哮，而在阵法的四周盘膝坐着数百邪皇朝的修士，这些人正在加固阵法。与此同时，在这阵法的半空中，赫然盘膝坐着2人，一个是绝地天尊，另一个则是灵上人。这2人正是被大皇子邀请来此坐镇。他们不是不知道阵法内所封之人都是通天世界修士，也不是不知道白小纯的身份，可这里毕竟是邪皇城，在他们看来，白小纯能在皇宫内隐忍，那么就说明此人还不是昏头之辈，能忍一次，自然就可以忍第2次。尤其是绝地天尊，他对于此刻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是热衷，皆因当年他与白小纯之间的一战太过狼狈，以至于他如今在邪皇朝内的声名也都受损不少，甚至不如通天道人。这白小纯一旦来了，
他最终的结局必定凄惨无比。若他不来，他就只能忍着通天世界之人被炼化，而且这大部分仇恨也不会算在我这里，而是大皇子那边。绝地天尊想到这里，微微一笑，正要低头去看一看下方的阵法，可就在这时，他面色忽然一变，一旁的适龄上人原本闭着眼，此刻也猛地睁开。就在这二人有所察觉的刹那，他们立刻就看到了远处邪皇城的天空上，直接就出现了一片赤色的雾气。这雾气带着无尽的血腥与煞意，前一息还在远处，可下一瞬就直接出现在了阵法外。尽管是一片血雾，可其内透出的神识波动，使得绝地与适龄上人瞬间就知晓来人是谁。白小纯。绝地天尊蓦然起身，可就在他话语传出的一瞬，白小纯化作的血雾内就传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你们找死！”随着吼声的回荡，白小纯神杀之法形成的血雾刹那就直奔阵法外那数百盘膝打坐加固阵法的修士。这些修士里修为最弱的也都是天人、半神，更有不少。此刻一个个骇然中正要挣扎，可白小纯化作的血雾速度太快，气势太强，又太过霸道，刹那就临近，直接横扫，穿透了7、8人的身体。这7、8个修士根本就无法挣扎与反抗，身体猛地一个哆嗦，肉眼可见的急速枯萎，口中发出凄厉的惨叫。当血雾过去后，他们的身体已成为干尸，砰然倒下。这一幕顿时就让四周众人一个个恐惧惊呼，更是让绝地天尊与适龄上人也都心神一震。二人低喝中猛地冲出，就要阻止，可白小纯的神杀之法速度更快，轰鸣中再次覆盖了数十人，没有停顿，好似狂风一般横扫，任凭这四周修士如何逃遁，如何惊恐，如何骇惧，也都于事无补，眨眼就被红色血雾直接吞噬淹没。这一切都只是眨眼间发生，快到天尊都反应不及，更遑论那些加固阵法的邪皇朝之修了。在白小纯到来后，他形成的血雾就骤然覆盖，所过之处能看到一个个修士刹那成为干尸，他们的血肉被剥夺，他们的灵魂被抽离，他们的生机被吸走。轰鸣中，数百修士全部倒下后，这些人浓郁的生机使得白小纯的神杀之法血气比之前磅礴数倍，滔天弥漫。远远看去，就连此地的天空也都被映照成了血色。不杀则已，一旦开杀，白小纯已经顾不得那些了。他此刻本也有煞气，那种憋屈，那种压抑，那种疯狂，全部凝聚成了这一次的爆发。白小纯，你好大的胆子！这一幕让绝地天尊与适龄上人气息微凝。绝地天尊表面这样，可心中却是窃喜。他知道白小纯这一次必然在劫难逃。可就在绝地天尊话语传出的刹那，四周的血雾猛地翻滚凝聚在一起后，直接化作了白小纯的血色头颅，猛然看向绝地天尊后，竟向着他轰鸣而来。绝地天尊面色一变，一旁的适龄上人眯起双眼，迈步掐诀。二人正要联手，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从那血雾内传出了白小纯疯狂中带着低沉的声音：“水泽国舵！”轰隆隆，八方沼泽，水气滔天，历次幻化，山峰冲天，巨兽再现世间。那从大地深处的2片大陆般的巨口，直接就覆盖了四方，气势扩散，直奔适龄上人。适龄上人面色首次大变，他本不想后退，可被那巨兽锁定后，在那冲击下，他不得不后退。如此一来，就使得绝地那里变成了一个人，而白小纯的身影没有丝毫停顿，神杀血雾直接就撞在了绝地身前。绝地毕竟是天尊，此刻咆哮一声，全力阻挡，神通幻化，可依旧还是喷出鲜血，身体倒卷。只是白小纯的神杀之法此刻也溃散开来，重新化作了白小纯的身影后，白小纯眼中杀机滔天，他要杀人，哪怕是天尊，他也要杀掉。因为此刻的状态，如不杀人，若不威慑，他没有时间去轰开那阵法。因为我没杀过天尊，所以你也敢来阻挡我？推荐一本好兄弟的书，书名叫《妖孽无双》，链接 https://info1010925976-catalog，大家去捧捧场。第1187集斩天尊。白小纯恣意狂笑，这笑声带着疯狂，带着多年来的压抑，带着他自从踏入永恒仙域后的一股藏在心里的戾气。既如此，从今天起，白某斩杀天尊，又何妨？白小纯猛地低头，目中赤红一片。在适龄上人被水泽国度逼退，在这绝地天尊于神杀中喷血倒卷的瞬间，他身体猛地冲出，直奔绝地天尊。在这冲出的过程中，白小纯的四周凭空出现无数大石块，轰鸣中凝聚在他的身体，直接就形成了一尊巨大的石人。没有结束，云雷人组变再次爆发，轰鸣中，石人内的白小纯其肉身之力又一次攀升，扩散到了石人全身后，立刻就使得这石人的身躯再次膨胀起来，一股充满了爆发力的气势让苍穹为之失色，风云碎灭。绝地天尊只觉得呼吸好似都停滞了一下，双眼猛地收缩，一股强烈的危机让他整个人在这一刹那不得不将修为全部展开，甚至取出了法宝，
施展了杀手锏。可这一切没有结束，他的危机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白小纯接下来的举动越发强烈，直至达到了极致。白小纯顿时狂喜，赶紧收魂。这凝聚在主宰手臂上的魂，最弱的也都是元婴，里面天人魂、半神魂更是数不胜数，甚至太古魂白小纯也都发现了3尊。这就让他心头狂跳。当好不容易把所有的魂都收走后，小气灵早已进入扇面内沉睡了。白小纯此刻激动中深吸口气，立刻盘膝坐下。他等不了太久，